金发男人的声音一下子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这人看起来完完全全就是西方人的面孔，但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，只是走路时鼻孔朝天，一脸的倨傲与不屑。保罗一见如此，脸色一滞，便赶紧走过去。叶晨也和他一起走到那人面前。保罗正要开口，叶晨挡了他一把，看着对方皱眉问道：这位先生，别人大喜日子，你在这里人身攻击，不合适吧？那人不认识叶晨，见是一个年轻人，也没将他放在眼里，不屑地说道：你应该是男方的家属吧？麻烦你回头跟新郎官说一声，他确实配不上我嫂子。叶晨淡淡道：谁配不配得上谁，不是让别人拿在嘴上说的，只要两个人互相倾心，那就不存在配不配得上的问题。那人环视一周，撇嘴道：瞧瞧这婚礼寒酸的，选在金陵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也就算了，到场的这些宾客有一个是名流政要吗？市长级别的到场了吗？议员级别的到场了吗？本地知名企业的 CEO 到场了吗？叶晨笑道：婚礼邀请的自然都是自己的家人和挚友，要市长和议员级别的人来做什么？开会吗？那人耻笑道：我们史密斯家族在美国司法界可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族，我大嫂现在要改嫁，我作为她半个娘家人，至少要确定新郎有足够的能力给她提供无忧的婚后生活吧。说着，他指了指四周简单的装饰，鄙夷地说道：婚礼办得这么寒酸，就证明资金上没有足够的实力，宾客连一个名人都没有，就证明人脉上更没有什么实力，要钱没钱，要人脉没人脉，拿什么来保证婚后生活的质量？一旁的保罗这时候开口道：吉米叔叔，今天是我妈妈大喜的日子，您还是别在这里闹事了。闹事？吉米·史密斯冷笑一声，反问他：保罗，我是听说你妈妈要嫁人，所以特地飞了10几个小时过来恭喜她的，你怎么能说我是在闹事呢？保罗赶紧说道：您来参加婚礼，我们自然是非常欢迎的，只是您刚才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太合适。吉米笑了笑道：保罗，我刚才哪里说错了吗？你妈妈怎么说也是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，你父亲去世了，她要再嫁很正常，但起码也嫁一个身份地位配得上她的吧，嫁一个大学教授，还是金陵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高校，连华夏的 Top 100都进不去，在这种学校教书的教授能有什么出息？不过就是个老屌丝而已。保罗有些生气，开口道：吉米叔叔，贺叔叔和我妈妈的婚姻跟他做什么工作没关系，这是我妈妈自己的选择，我做儿子的都没有资格干预，外人就更别指手画脚了吧。吉米故意提高几分音量，冷声道：我是不想管这些闲事，但你们母子俩直接离开美国，还把以我们家族姓氏冠名的律师事务所也全部带到华夏，这种拍屁股走人的做法也不太合适吧。这话一出，宾客们的表情都有些惊讶。保罗见此，有些愤怒地说道：吉米叔叔，史密斯律师事务所虽然用了史密斯的姓氏做名字，但它完全是我父亲和我母亲辛苦创立起来的，我作为他们两人唯一的孩子，我对这个事务所有绝对的决定权，难道来华夏还要经过吉米叔叔你的同意吗？吉米立刻说道：保罗，你这话说的未免有些太没良心，史密斯律师事务所是怎么成立的？你不知道？你妈妈能不知道吗？要不是你爷爷帮忙提供人脉，这家律师事务所只会是个笑话。而且史密斯在全美律师行业的招牌，是你爷爷努力打拼下来的，你爸爸和你妈妈用这个名字，就是借了史密斯家族的事，而且这个律师事务所带着整个史密斯家族的名誉，你说带走就带走，合适吗？保罗还想要据理力争，叶晨再次将他拦住，转而看向吉米，开口道：你不是作为半个娘家人来参加婚礼的吗？怎么又提到律所的归属问题上了？难道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过来挑刺找茬是假，想要走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股份才是真？吉米被叶晨问到心坎，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强词夺理道：两件事一码归一码，
股份的事情是我们史密斯家族内部的事，可以婚礼之后再说。叶晨点点头，那主要说的就是婚礼的事了，对吧？对，吉米借坡下驴，点头说道。我嫂子怎么说也是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，身价超过1亿美元了。她要嫁人没问题，但对方如果没钱没地位，那不就是个吃软饭的吗？说不定结婚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哥留给我嫂子的这点家产就全都便宜她了。这时，一直在外面迎宾的韩美琴与贺远江停在里面的动静，赶紧走了进来，刚好听到吉米嘲讽贺远江是吃软饭的。韩美琴怒斥道：吉米，你要是真心来参加婚礼就留下，如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就请你出去。今天我不想跟你聊事务所的股权和业务问题，你如果想聊，就等明天再说。吉米哼笑道：嫂子，你嫁到我们史密斯家来，我们全家都待你不薄吧？别的不说，单就全家人为了你学中文这件事，就看得出我们对你有多重视。正因为关心你，所以才更关心你二婚之后过得好不好。可以我现在的观察来看，你未来老公根本没能力给你好的物质基础，说不定他还打着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主意呢。韩美琴冷声道：你3句话不离史密斯律师事务所，究竟是谁打事务所的主意？不用我说，大家应该也都看得出来。吉米立刻说道：嫂子，你刚才说了，今天不聊股权和业务的问题，所以这件事咱们可以明天再说。好，韩美琴立刻说道，那就请你不要再对我的丈夫评头论足，我们已经领过结婚证了，是华夏法律认可的合法夫妻。吉米一听这话，立刻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：嫂子，你领证之前是不是应该跟我们打个招呼？你的婚姻自主权我们当然是尊重的，但你别忘了，你名下现在还有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1半股份，如果你这个老公真是个吃软饭的，惦记上你这1半的股份怎么办？